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傲娇的香菜独家冠名道道全，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傲娇的香菜合作伙伴京东超市，逛逛逛京东超市，春节不打烊。10月，湖南南部进入丰收季，大人们劳作的田野是小伢子们嬉闹的乐园。会拧的，点点路，快大点。拾螺是在田园里长大的孩子们的集体记忆。很多年之后，在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终日穿梭的他们，会回想起这些田园时光，并激发出寻根和传承的原动力。道县，永州一座宁静的小城，闲暇时光只属于老人和小孩，大人们则要从午后忙碌到夜晚，以满足贪嘴的食客。螺先洗净，放入锅中，将水汽炒干。如果翻炒时有人为它加油，它会兴奋得香气四溢。再让八角、草果、姜、山楂和豆瓣酱等10几味佐料下锅助阵，入味儿才能增加喝螺的风韵。锅螺、喝螺是道县的最爱。香料浓重，啤酒清冽，加在一块儿成就田园滋味。爆炒出锅，再撒上胡椒粉，5味俱全。哎，到底买了没有？今天4季都吃，每天都吃，几乎是3天离不开喝螺。这样子，你给我个机会，要这种感觉。来，什么螺啊？喝螺，那个螺丝好吃。吃喝螺水平高不高就是不用手，这可以啊。浴场沿那个地方，蹉跎的螺丝壳全部是敲掉屁股的。刘敬武，长沙餐饮人，连锁餐饮搞得风生水起，来这儿可不仅仅为了一盘喝螺。道县保留着田园的最初形态，这里有着壮美的喀斯特熔岩地貌，更有着鲜为人知的悠长饮食史。1988年发现的玉蟾岩遗址，将人工栽种水稻的历史推进到12000年前。刘敬武此行正是为了考察湘菜的缘起。喝螺不是当代人才有的福利，早在1万多年前，这里的人们就已经成为合格的吃货。栽培水稻以取米，火烤螺丝来下饭，饭和菜成功牵手，联袂打造了湘菜最早的雏形。《史记》中记载，楚越之地利用地理之便形成饭稻耕耘的膳食结构，让古乡人免除挨饿之余，更将果腹行为变成了一种享受。
面对市场的品牌升级趋势，刘进武筹备起了高端餐饮品牌。他重新回到一线，寻找感觉。妹妹，过来，来！今天召集大家试个菜，再把昨天几个菜重做一次，把今天的菜一票通过，对吧？试菜是一个餐厅检验出品水准的核心环节。除了湘菜、粤菜等高端菜系都被纳入刘进武的考量。何谓高端，可能还有待思考，但口气可一点不小了。我觉得我肯定能够超越这个时代，在湘菜的领域里面，我说第二，没人说第一。这个牛肉这么大，这女孩子吃牛肉她肯定就不敢吃啊。味道跟人味道应该还可以的。味还行。刘进武的自信来自3年剁椒肉炒肉带来的辉煌战绩。这个菜也是属于我们道名菜，所有的客户对我们剁椒炒肉是这样说的：肉质拌饭，连吃3碗。客人一到店里一坐下，服务员点什么菜，先把肉熟肉上来。肉炒肉，肥肉开路，是肉汁担当。瘦肉横着纹路，切断纤维，负责弹牙的口感。鲜辣椒和剁辣椒以1:4配比，给予清爽的辣和发酵的香。瘦肉还需盐和酱油的洗礼，肥肉先行投身油锅，煸出肉香。豆豉、剁辣椒、鲜辣椒协同作战，给汁水推送复合滋味。连吃3碗的奥秘在这儿。瘦肉最后投喂，以防过老变柴，快炒出锅。刘进武的骄傲不仅来自市场战绩，还得益于师承。在他学徒期间，有幸得到过湘菜大师石英祥的指点。在我学徒的中午，石老师过来了，小刘，你炒个菜给我吃吧。我说师爷，你想吃什么菜？你炒个灯苋菜。把锅开了之后，我就放了点猪油，下锅不要炒，他就及时的把它拦住了。他的小伙子把油温度烧高，先不放小菜，放几粒豆豉，然后再放盐，然后再把灯苋菜放进去。哎，我说师爷怎么是这样炒的？我说我们平时炒法不一样，应该是先放小菜再放盐。他就说你听我的没错，先放盐，盐和油和锅子3者合一的味道，有这种香菜的锅香味。湘菜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炒法。这热气就是锅气，要锅气，高温是关键。道全高油酸菜籽油，烟点高，油酸高，锅气更香，营养保持更均衡。但现如今，食客对口味有了更多元化的追求，炒法不再是唯一的真理。师傅罗继香就有另一番看法。我觉得炒菜啊，纯粹的小炒菜可以去追求锅气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食材经过高温以后，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，只是满足了一时的口福，一定要学会平衡，烹调方法的平衡，原材料的平衡。今天罗继香为女儿们准备了湖南人的田园食材水鱼。学业繁重的他们需要丰富的营养。水鱼剁件后汆水待用，五花肉煸香，加姜、蒜、辣椒和水鱼一起炖煮。3个的就应该要原。做法简单，味道鲜美。小胖的，菜行啊，好的。啊，美女帅哥啊！好好学习啊，好好学习。哎呀，你也辛苦了啊。王老师意思是你和刘姐没问题，你水平肯定闭嘴了吗？
妈没有来。他的给您抄的妈妈。罗继香是剁椒鱼头走向全国的重要推手。在曾经掌管的一家大型餐厅，他见证了剁椒鱼头的空前盛况。当时他是一次能开100多桌，一天做过600多个鱼头是常事，就是里面有多少人吃饭，外面有多少人排队，一直要持续到下午的2点，晚上要持续到8、9点的。辣椒选用3号线椒，辣度适中，皮薄肉厚，脆香宜人。剁椒和豆豉水乳交融，再加入鲜辣椒，比翼齐飞。糊藕焯水后入锅布阵，为鱼汤预留蒸制鱼头的空间。先行炒制的混合酱料在鱼头内外均匀涂抹。半蒸半煮是罗家为丰满鱼头滋味开创的独门武功。出锅淋上热油，进一步激发香味。师傅功成身退的休闲时光，对于处在事业打拼期的徒弟显得奢侈。就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，就是我们店里今天接了个团队用餐，有40、50人啊。然后客人吃饭的时候呢，反映有几个菜的口味不行，现在的话炒的比较厉害。刀工也不行，颜色也比较重，啊，看到吗？为了一点是鲜。倒进去，再过去了。倒进去。炒了份肉炒肉，来您试一下。吃得开心啊，吃得开心啊！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多来。刘进武深知，3年剁椒肉炒肉不再是市场上的制胜法宝，他的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验证。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刘进武会出去散心。欢迎来到代表新国风新豆饮的茶饮品牌。究竟是维持师爷谆谆教导的旧式传统，还是拥抱迎合大众的新式改良？这是他要解开的命题。有人选择在城市天人交战，就有人选择在田园天人合一。程志健是岳阳君山的养殖户，前一天为小龙虾预埋的地笼网收获还算不错。已是夏末，莲子到了采收的尾声。老程夫妇搜罗田里残存的老莲蓬，色泽黑亮，坚硬如石，当地称之为铁莲。我小孩1、2岁的时候吧，我们就去打工了，还在广州打个2、3年工，在那个加工厂做一下苦力活，后面觉得不行，还是要回来，我们就回来自己来承包了一些地了。2人包了70亩地，多种经营是他们和田园共生的策略。就南瓜卖不出去吧，很多南瓜就烂掉了，我也这样把它剖开了，泡水之后呢，就那个南瓜里面的内瓤了，没那么硬了，龙虾就拔到里面去吃，它就蛮喜欢吃的。南瓜是小龙虾的家餐，鸡自然不落虾后。南瓜籽晾干做零嘴儿，人、禽、虾各取所需，恰到好处。好吃一点点，好，你吃吧。午后，小甜心们来做客，哄得程太十分开心，当即决定用南瓜和莲子做一顿田园下午茶。
每次遇到问题，刘金武总是选择回老家，田间地头最能让人治愈。其实我在我脑袋里面，再包括我心里面，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。小时候那个时候8、9岁的时候，就喜欢到这边来抓蛇啊、抓田鸡啊、抓鳝鱼啊、抓泥鳅。好香的。中国人往往寄托太多情感在食物中。在刘金武创业早期，父亲曾1年熏几吨腊肉供给餐厅，只为保证品质。现在，父母又联手用白辣椒腊肉去慰藉儿子繁重的心。我喜欢吃我妈妈晒的白辣椒，也喜欢吃我爸爸熏的腊肉。他晒的白辣椒又鲜，辣椒品质又好，一炸永远跟腊肉的香味一融合。这个是我的最爱。吃饭喽！来了。家人间的情谊不用挑明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有了工人敬业的压力是肯定不是的，我小本不敢了。我们店里是人呢，一烧炒定心。哎，我现在炒什么手？把生意搞好就行了。啊，对对。经常问你的，你就讲是没得没得。那有了工人店就不可能没得了，那很个有。太舒服的比较少。啊，好嘞，往那边走。2020年的状况全面影响餐饮业，连程志健的小龙虾都不再景气。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积极性，他必须给小龙虾们一个交代。上不了别人的餐桌，就上自家餐桌。程太打算用最重口的方式来对付最新鲜的虾子，这是农家人的霸气。销量下滑，气势不输。入锅油爆，迅速封印住鲜味儿。炸得通红的小龙虾稍事休息，等另一锅爆香的佐料，再继续参与下半场。啤酒是去腥提鲜的好伙伴，紫苏进一步巩固疗效，并丰富味觉层次。来，把菜碟子坐上去，喊陈一家吃饭吧。好。小龙虾已就位，热衷这一口的大女儿却远在深圳。此时的视频连线简直残忍。你吃水果啊？好下班，妈妈。来。下班。你在下班呢？与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，老程家的亲情交流总是在饭桌上。师爷跟我们做过，但是只是见过，做起来我们就完全还是比较生疏。他对手工菜比较擅长，湘菜界里面他应该说是最全面的。我为什么会选择网油叉烧桂鱼？我们的下一辈很多都不会做这些传统菜了，它既占功夫，你要有高超的技艺，而且就是它的难度很大。这道菜它也没有很多的市场，但是它又是我们湘菜中的一个瑰宝。因为学校里面它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东西，你真正要学手艺，还是要有师傅的指点。默契的时候啊，好了。
桂鱼在腹部开1寸小口，将内脏及鱼骨取出，香菇、虾米、莲子分类炒熟，塞入鱼肚。经阳光晾晒的猪网油刷上全蛋糊，将鱼身包裹。徒弟们分工协作，有条不紊，这样的时光十分怀旧。你们就是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先是让它定型，看到没有？火候的把握是整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。急火快攻容易外熟里生，小火慢烤，油脂的香味才能渗进鱼肉，而鱼身内的食材也能释放出味道。稍有冒进，就会前功尽弃。今天的结果让师傅满意。这一刻，刘敬武脑海中的往事浮上心头。我老爸把我交给罗大师的时候，他正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女，当时我才12、13岁，他就行，那就把我当儿子吧。就一直以来就是当儿子这种感觉啊，当儿子的感觉应该有2、3年。我是很了解细流的，很勤奋，很努力学习，他对我还是毕恭毕敬的。一定要接地气，到这些实地来挖掘这些好的食材，然后要成为百年老店，就要把传统的这些湘菜把它挖掘整理出来。原来这才是师傅的良苦用心，徒弟桀骜不驯，师傅循序渐进。田园食材中，汉寿出产的水鱼深受爱戴。身为湖南名物，他除了贡献自己，还顺带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钓水鱼高手。刘占波便是其中佼佼者。他的技法像中国功夫，出招前凝神静气，眼观耳听。甲鱼冒头只在3到5秒间，出招时电光火石，收招则不疾不徐，防止甲鱼受力挣脱。钓学鱼回了，钓学鱼回了，钓学鱼回了。哎，刘师傅，钓的几条鱼？师傅安排的田园行让徒弟开了眼，知行合一是独家的罗氏典故。有样学样，刘敬武开始试新菜，手里拿上老父亲当年打的菜刀，才更有感觉。水鱼剁件，爆香佐料后入锅翻炒，加入鸡汤，煮开后转入炖锅，文火慢煨，能成就水鱼的软糯和浓香。这回刘敬武的火气降了下来。试菜当然得有师傅和家人，好菜好酒，其乐融融。但酒过3巡，气氛起了变化，大概是陈年旧事更好旧酒。你走了之后学着我啊，是吧？你走了学到我，你告诉我，你教到一个人没？他没教到一个人，他就把我放眼。那时候你说我放眼一下，那有什么呢？放手一搏，这叫是吧？哎，这句话可以说出来。你是为了我着想，愿意去放眼，哎，这是你的心里话可以。对，放手一搏。但是你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就把我丢到长沙，对吧？打工人的生活自然不容易，尤其是对一个未满18岁的少年徒弟。我从13岁开始，他也历练过我，把我放养过。他承包厨房的时候，把所有的徒弟都带过去了，
就把我留在场上。别人很多事情，你说我把你偷着带到广东去可以吧？我说不行。我说师傅既然没有带我去，那我就不去。但是作为师徒情，我哪怕是没钱，我一定是走到火车站，送你们上火车。说实话啊，这是当时我对师傅最大的意见，不可理解。不管心里有多少郁结，参演人手中的活不会停。随着非遗物件入店，新店的筹备临近尾声。自从那晚之后，一向内心悠然的师傅也变得不平静，主动约徒弟去夜排档。哎，蛋炒饭我来炒啊，我亲自炒，炒不我师傅去。徒弟怕是感受到了一丝尴尬，逃去炒菜。毕竟那才是最顺手和称心的活计。就想起我妈妈给我做的酱油炒饭，就猪油拌饭里面就放几滴龙牌酱油，那个时候想起来就是回味感特别足。我讲那个时候根本可能，因为徒弟多的话，很多事情可能没去顾及到每一个徒弟的感受。今天把他的话来调侃看，我觉得一个是正常，一个呢，我觉得呢，可能我也是个哈大大咧咧的，因为那时候毕竟我自个也是单身汉，所以对于这些情感上的事情呢，我可能也没过多的去想那么多。那我一代工作到底，人一代工作到底，只有到底做师傅的时候，就晓得师傅知道的，对吧？你该万岁了。师徒心结已解，彼此的认同也多了起来。刘进武迷恋起田园食材，汉收水鱼之后，又引入新的物种少阳沙鳖。在烹饪技法上，刘进武也愈显清淡平和，炒制为辅，炖煮为主。上方老母鸡的汤质也是很鲜美。少阳沙鳖呢，它的肉质也比较嫩，所以两者相加在一起，就比一般的汤都会好。炖更加适合于这两个原材料，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和作用。而且这两个产品都是属于我们湖南独有的地域特色食材，所以两个地域特色食材融合在一起的话，那就属于我们湖南一绝。看来刘进武对高端有了心中的答案，取材田园，回归传统。人生起落，世事变迁，刻意寻求田园还是寻根，不过浮光掠影。可作为生活凭靠的，还在于实在。这里是2.5嘞3块没得。田园风味也好，传统手艺也罢，不是刻意营造的诗意或神秘，不过是老老实实做菜而已。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他走起来的话，我完蛋，不是蛋我是没完的。